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呢，我想要先跟看过第一支影片的你们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们的留言鼓励，也多给了我一份勇气，继续经营这个频道。原来不经意的一句话，你的存在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办法，能够带给你们勇敢向前、坚持自我的力量。谢谢你们的看见，让我更清楚的知道，原来我们在这条路上，我们都不再孤单。谢谢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影片啦。Hello， 嗨，我是陪你一起在软暗中生长的 Nick。来到第2集，我们来聊一聊，你是不是曾经渴望变成那种男生？会想要做这一集，其实是因为宝妮做了一集。曾经我讨厌粉红色，只为了不想被当成是那种女生。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不做一集我们曾经都渴望变成那种男生，只希望不要被这个世界遗忘，证明自己一点点的价值。我仔细想了想这2句话的语义，或许是所有人的生命经验里，原来不分男女，我们第一次达到共识，团结的逃避软烂、脆弱和柔性的情绪，甚至是被迫营业那个内向的自己。身在台湾的我们，出生是不是就像一滩烂泥？国小的阶段毫无顾忌的在地上玩耍，一直到了国高中的阶段，父权的太阳一直注视着我们。女生被期待要成为那朵气质高贵的兰花，而每个无权无势的男孩却被要求的是长高到那颗太阳的高度。如果达不到这个高度，也许换来的是卡在中间，不男不女，就像枯竭的树干，享受了那么一点来自阳光的利益。即使天空带来了强势的细雨，灌溉每一朵兰花，长得更高更大，枯树终究还是卡在地上，因为那颗太阳一直不怎么公平。唉，我们在这颗太阳的照射下痛苦挣扎。我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。那种男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国高中的阶段，我就是那个直男里的异类。在维格这么封闭的校园社会里，充斥的只有念书，哪怕可以抓住那1%的时间，我也要把握加入合唱团、英文话剧表演、迎新、耶诞晚会。虽然有取笑的声音，但在那么快节奏的校园生活里，我只能选择听见那些大声的鼓励。反指标从小时候看起的对象就跟别人不一样了，身边的男生则是可以看见 Justin Bieber、王阳明，甚至是在那个环境里，只要有了雷神巧克力，穿了一件 NF 的刺绣上衣，都能够在那个位阶里自动排位。这个位阶其实并不是无迹可寻，在当代的媒体环境，女子选秀选美的节目早已被人诟病。塑造女性一定要符合某种形象才能被爱，很讽刺的，这个男女气质的权力位阶已经延伸到了改造型男的节目，或是 PUA YouTuber。有一个首要的前提，如何让一个女生因为你的改变爱上你？不要再吃面包了。因为我们都渴望被爱，渴望成为那个不需要改变自己、坚信自己、懂得尊重女性的立场，可以谈一场大众媒体定义的轰轰烈烈的恋爱。然而，在迷失自我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有自信的人介入，告诉我们：你不这样做，你交不到女朋友。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；男人不锻炼，女人看不起你；女人不打不会乖，等等各种令人震惊3秒的惊世语录。我的枪！我是说我要随时会影响。即便是在时尚产业，自从2017年纽约时报办的一场 The Politics of Luxury 的时尚产业论坛，以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，全都是男性创意总监指导下的开云集团，一群引领经理主宰着女性时尚的语言，告诉我们中性时尚该长成的样子。我想这个趋势也许只会恶化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坚信自我。如果要依靠踩着别人才能建立起自信和自我，那我们生而为人到底是什么？我很感谢我自己多年来的倔强。我想我找到这题的答案。Love is a seasoning。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不应该只是用在爱情上面而已，
而是在形容所有的感情的存在跟失去都不会影响你是个完整的个体，帮助你做自己的第一步。我觉得就是你幻想自己是一道菜吧，有了亲情的胡椒浓郁馨香，适度的友情咸淡甘甜，或是爱情的辣口，你的人生会因此五味俱全。但就算失去了这些，你依然可以珍视自己原貌的美味。你不一定要成为那种男生，你才会有爱情。那些转变都会掩饰最真实的你自己，在空旷的房间里面做最自在的你自己。因为往往那些最好最棒的你自己都不够真实。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是陪你们一起在软爱中生长的 Nick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